然后那时候我就示范给他看哦。你示范给他看。不是我在猫砂盆上厕所。看你的猫猫多重6点多啊，算是肥。没有，它是骨架大。明明就是肥，我们看画面。高冷、骄傲、爱理不理，这是我们给他们的标签。但可能我们误解了他。一旦我们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他还可以治愈我们的心灵。你不相信？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怎么说吧。欢迎收看我的毛朋友。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一位嘉宾呢，是非常厉害，是我们马来西亚电台 DJ， 也是演员还有歌手，才女一位。我们欢迎可晴。把我捧得这么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晴。可晴你好。那因为我跟可晴呢已经认识很久了，我们是老朋友吧，应该15、16岁，我15、16岁就认识了，大概我一半的人生，因为我现在30岁了，所以我一半的人生里面就认识你了。我们认识了很久，那时候我知道你是有养狗的，然后现在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会从养狗的狗者变成爱猫？其实一开始养狗是因为我家里是养狗的，治安不是很好，所以需要养狗。然后有狗在那边的话，他们就会吠啊，然后可能会把那个小偷或什么吓跑之类的。到我大概20出头的时候，我自己搬出来住了。那个时候一开始呢，我想要养宠物，可是我又有点害怕猫。为什么你会害怕猫？好像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吧，然后突然有2、3只野猫从外面就跑进来。然后他一跑进课室的时候，跳上我的桌上，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吓到，然后全部跑，然后我是整个跳上椅子，我跳上这种椅子上面，我就一直尖叫，不知道怎么办。小学吗？小学的时候，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还蛮害怕的，就一直有一个阴影。然后那时候呢，我是从养仓鼠开始，而且因为仓鼠的命只有1、2年，就那时候还很怕自己没有办法承担一个生命。然后后来是被朋友逼迫之下去了一个猫咪 cafe， 对，还有我克服对猫咪的恐惧，因为我看到那些猫，它根本就没有要管我，我就看到，它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慵懒、这么优雅，然后好像一副天塌下来都事不关己的感觉。我突然间被他们的这一种很自信、很活在自己世界的这个氛围，我突然觉得其实蛮像我的，于是我才开始有一个想法说，不然我尝试看看养猫。第2个礼拜，马上我们就在路边找到一只小猫了。所以你是领养猫？路边捡到的，就想说应该是我想的那个意念把它吸引过来的。所以是跟 housemate 共同一起养？对，是我的一个好姐妹。所以你还是有跟她一起住吗？没有，我们后来分居了。但我自己现在有自己养3只猫，但是很遗憾呢，就是我们一起带回来的第1只猫，它已经去世了。它现在已经不在了。对，但是那是我们的第1个猫咪的回忆，这样。OK， 这样你开始跟它养猫的那个过程当中，怎么克服怕猫的那个过程呢？我觉得恐惧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它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恐惧不是真的我们怕这件事情，是我们对那个位置的想象。我以为猫会抓我以为猫会很凶，可是其实在我真的接触之后，我发现其实那都是我的想象。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很可爱，然后很与世无争，然后没有要理你。其实猫猫对我生活上的影响真的很大。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是蛮焦虑的，常常心跳很不稳定，甚至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开始整个人一直发抖。然后那时候我也找不到一个出口，那阵子都是真的每天躲在家，然后我的猫陪伴我。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看着他们这样，看看外面的天空，看看夕阳，我就发现我整个人是变得比较 calm 一点，
它可能在你某一段低潮期，或者是在你觉得很孤独、很孤单，好像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你有一个聆听，跟你有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而他们绝对不会把你的秘密讲出去。所以其实养宠物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在我的生活上也好，在我的事业上也好，我会更有一个目标，跟就是生活上有一个重心，可以继续的去拼去追。就是这样啦。金马包。所以，另外我想问的就是，你自己养的3只猫都是领养的吗？都是有2只是捡回来，然后1只是领养的。捡回来的猫可能卫生上啊，还是很难教育它，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卫生上不会耶，我觉得相比起狗猫是很方便的，就是你几乎不用训练。但是也有试过有1只，因为带回来的时候真的蛮小的，大概只有手掌这么大而已。然后那时候它身边也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教它。然后那时候我就示范给它看哦。你示范给它看？你是有那个画面？不是我在猫砂盆上厕所了。我在想，等一下你要不要补这个画面？我很好奇。我把那个哥哥。就是我拿另外一只猫进去示范给他看，然后我用他的手去拨那个沙。好，那么养这个猫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难题？我有3只猫，第1只叫尔康，然后第2只叫小毛，然后第3只叫芝麻。然后第2只那个小毛，它刚从猫舍带回来的时候，大概1-2个礼拜就发现它身上有长那个毛癣。对，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治疗它的毛癣，我花了大概快大半年的时间。然后其实那一阵子真是很痛苦，每一天都要擦药3-4次，然后每天要让它口服药。关于毛癣这个课题，我觉得是困扰我蛮久的，所以我也很好奇说，怎么样去筛选，或是怎么样去避免说自己家猫染上毛癣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养了第2只猫、第3只猫之后，我就发现我不知道哪一坨是谁的。然后他们现在是3只猫用2个猫砂盆，可是他们是不会固定说哦，我去这个，我去那个。因为尔康的年纪也不小了，通常他们都说就是公猫大概7岁以上就会很容易有一些泌尿方面的病，所以我是很怕，对，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尝试过放3个猫砂盆，可是他们就真的还是会共用。然后我现在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状况，是我最小的那一只芝麻。我从小带它回来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它叫不出声音，它叫声是比较细。我就想说，它可能是还小，会不会是声带还没有发育完全？然后想说没关系，我再观察一下。然后现在已经是快5-6个月了，然后它的叫声还是一样，它嘴巴张很大，然后没有声音的，一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对。有看医生吗？医生说有可能是他天生声带或者是支气管的问题，可是他还有伴随着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他每次喝完水或者是吃完东西之后会喘，可是医生说不是哮喘。好，那因为今天我们的兽医也来到现场，请他上可晴家看一看我们的3只猫。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兽医出场。好，Dr. Evelyn， 现在呢，我们就去可晴的家看看，然后看看它猫是什么状况，帮它解决一些问题。Let's go。欢迎来我家，后面还有1只猫。不会说很害怕吗？因为这只它就还很小，所以它就是处于那个好奇心非常旺盛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下，Dr. Evelyn， 是你当兽医当多久了？我当兽已经当了5-6年了。可是看不出来，你看起来很年轻是啊，谢谢啊。21月传25，差不多25、26我也是猜你25、26。可是我已经是29岁了。
哎，看不出来耶，但还是比我们年轻。应该是养毛的人都会看起来特别年轻在吧？说我吗？我也是养猫的。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那个诊所是你自己开吗？对，我是自己开的。那你的诊所里面是有医治猫跟狗，对，我只是医治猫跟狗，其他的宠物呢其他的我就不能够的，蛇啊那种 hamster 啊、仓鼠啊那些，肚子也不能。哦，所以你们是专注在猫猫跟狗狗的治疗？其实他们有其他的医生是专做这些治疗这些的啊。对，因为为什么会请到 Dr. Evelyn 来呢？今天就是帮可晴解决一些可晴在生活上遇到养猫的一些小问题，这样子。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有3只猫嘛，所以3只猫其实它们都个别有一些情况，像尔康的话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年纪大了还是什么，他现在已经大概7岁了，然后我有怀疑说他是不是最近喝水喝比较少，因为我是3只猫都是共用猫砂盆，所以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断定说对哪一只有问题。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我开始发现我每次在铲猫砂的时候，平常都是大概这个大小 ，which 是正常的人，可是最近我发现有几坨是一半而已，不知道会不会是尔康的？尔康到底大概多重？尔康的话大概是6公斤左右。6公斤是有点过肥。没有过肥，没有过那是就奶黄色的那一只啊。对，就是他从小是吃鸡肉长大的。我给医生 check 过，医生摸了都讲说，哦，他不是肥还是壮啊。如果说它个体比较大只的话，那么6公斤是正常的范围里面。如果说是6公斤的话，其实你要喝360 ml 的水。360等1杯人类的水耶。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我有看到有一些人说，如果猫咪不喝水，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盐，这个是对的吗？可是我的认知里面，猫是不能摄取这么多盐分，因为对它们的肾脏是很有负担的。对，就是盐分不好会影响到它的肾脏，因为肾脏是一个专门排毒的。如果你说太多盐的话，也是会影响到的肾脏吸收水分。对，还有什么方法？给它们干净的水源，还有就是说会流动的水源，因为猫猫有时候对一些流动的水源会比较好奇，有可能说会比较喜欢喝。就像我的猫，然后它是很大只的猫，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流动的那个喷泉的水给它，它每天就喝很多。我发现它跳上桌子上就一直在喝水。因为它每天尿尿就是一天可能3坨，比较大坨，很健康3坨比较大坨，那我也比较放心一点。那洗澡呢？可以多久洗澡一次，或者可以频密的洗澡吗？其实猫它们很喜欢自己清理自己，所以你不需要说一直很频密的给它洗澡。如果你太频密的话，这样子会弄到它有皮肤特别干，会引起皮肤病。因为我听说就是猫咪的皮肤上面其实有一层油脂，然后是保护它们的，所以我家的猫是不洗澡的。从来没有洗澡。尔康7岁嘛，他应该只洗过4、5次澡然后他已经4年没有洗过澡，可是它是香的。不是可以这样子不洗澡的但是我会好像可以，医生讲可以但是我会可能来2个星期，我会拿那种 dry shampoo， 因为尔康算是长毛猫。所以我还是会担心它可能里面会有藏一些污垢，所以我的做法是我每一天一定会帮它梳毛，这样子帮它排去废毛，然后另外我会用那个 pet 的 wet tissue 去帮它擦身体，然后还有用 dry shampoo。做法是很正确，可是我也不是说鼓励大家不用帮猫来冲凉。对，如果说你不要帮它冲凉的话，你一定要梳毛，因为有一些好像尔康是长毛的，所以一定要梳毛。如果没有梳毛，它就会整个毛打结，然后会变成皮肤病。因为我就有遇过这样子。对，整个毛结在一起，然后下面就整个会好像会潮湿嘛，潮湿过后就变成滋生细菌变成一个湿疹，所以当下一定要剃光毛。哎呦，哇，可怜哦。还好我3只猫还没有剃光过，它没有不可以touch，有。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太常带我的猫去洗澡，我就发现它尾巴很油，然后会有粉刺。
过后那个宠物店就跟我讲说啊，其实猫可以长一点来洗澡，如果你不想它这样的话。可是有时候皮肤很油会有粉刺，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是那个猫粮太油，因为我之前有试过，我换了一款猫粮之后，每个猫都有那个粉刺，有可能你可以 try to 换。OK， 可以 try 一下看。这样可请你带我去看你的猫砂盆咯。OK， 好，这边。所以好像这样子的话，他们3只猫，然后我现在是给他们用2个猫砂盆，然后放在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放在客厅，然后另外一个是放在客人的厕所。By right 正常的话啦，需要你多准备1个。哦，你3只猫一定要 extra 多1个，就是说4个。哦，即使它不用，我也是要放在那边。对，你要放4个。所以好像它现在这样尿尿结块比较小的话，是已经到需要看医生的阶段了。其实是需要看医生，然后你必须要拿那个尿液拿去化验，看它是什么原因。因为有一些猫猫是担心说，第一个大多数它们是压力引起到尿频密小个，第2个是说它有细菌感染了啊。如果细菌感染的话，就要吃抗生素那些的。第3个是怕是有一些石头结块那种结晶体。这也是会发生在7岁以上的。对，而且7到8岁以上的猫都算是老年猫了，所以你应该做一个全身检查会比较好。哦，可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也是要尽量的让它多喝水。对，多喝水，喝水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来的。如果要让猫猫多喝水的话，其实有几个方案的，因为猫猫它本身就很喜欢干净嘛，所以你每一天一定要换成干净的水，不要说一天只是换1次，可能你要换2、3次。哦，我一天真的只换1次，我就是以上会更好的，因为他们很喜欢喝干净的水。另外是说你可以放那种有流动的。我之前有试过哎，然后刚好我家的猫就是不喜欢流动的水，它们会去玩，然后会吓到就不敢喝，所以后来我就还是放那种静止的水碗。可是就是我家好几个角落都有放，我有放3个喝水的 spot， 去让他们就是经过啊，它可能会想到就去喝。不然就是说你可以多加质量啊，可以增加它的水分，喝的水分这样子。医生，所以这只是芝麻，然后它就是从我一开始领养它回来的时候，它也是这么小哎，然后我就有发现它叫不出声音哎，它叫的声音都是好像，然后后来我带它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说可能它还小，它支气管还没有发育完全，叫我慢慢观察。可是我就是观察到现在，它已经看这么大5、6个月了，然后它每次喝完水或者是吃完东西之后，就会有点喘，是不是？你会有点喘气哦，还会有点像这样。那个肚子是有那个抽搐，然后我也带过给医生看，医生讲有一个可能是他天生支气管比较狭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说他是可能还小啊，他喝水比较急或者吃东西比较急，所以把很多空气吃进去。可是以你现在的观察，他吃东西和喝水会很急吗？他做什么都很急啦。就是因为这只猫猫，你本身 before 领养的时候，你也不确定它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可能它之前有一些病毒感染，造成它支气管已经受影响。你如果要知道它详细的话，你可以照 X 光先。如果说 X 光看不到什么东西，你可以是说做那种更仔细的 scanning， 就是好像 CT scan 这样子东西来MRI。像主持人志祥啊，他自己家也是。有一只宠物也是支气管的问题，然后过后他要带它去结扎的时候，那医生讲说有支气管问题不能结扎，因为怕它就是麻醉之后它没有办法自主呼吸，因为它的气管比较狭窄。像这样子的情况，我是不是不能冒这个险啊？其实从 X-ray 那边就可以看到它的支气管是大还是小。如果它支气管那边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是可以做结扎的。所以好像因为我之前已经带它看过3、4次医生，然后那些医生都一直讲说它还小，然后叫我观察观察。所以其实我们平民百姓，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所谓的观察是怎样？观察就是说它的咳嗽密度、次数。OK。如果说很严重，开始好像平常啊，就算他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是咳嗽的话，那么都是真正要注意了。所以像他现在这样子就还 OK，只是要照一个 X-ray。对，好，明白。我自己是有遇到一个状况，是我的第2只猫，就是小猫。我一开始
从猫舍带回来的时候是好好的，然后我也是有隔离那一些，然后大概1个星期多之后，我就有发现有一块一块是没有毛的，然后带去给医生 check 的时候就说它是换了毛癣，就弄到那一阵子我自己也很心痛，我也看到它这样辛苦，我也觉得很伤心。因为猫你领养了回来的话，那些猫癣其实是因为那个环境肮脏而影响到，就传染给它。第二个是说，可能是转换环境会弄到很压力，所以当它压力的时候，免疫系统也是不是很好，所以说很容易患上那种猫癣。可是因为如果说你想要为了要避免有猫癣，我就给它用那种有药浴的那几沐浴乳沐浴乳的话，其实会更伤到它的那个皮肤。还好那时候我没有帮它洗澡因为我也是在网上有看到很多他们说用那种什么有药性的来帮它蒸浸在水里面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猫癣不就是因为潮湿还是什么引起？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我不要信这个，我就没有帮他们洗澡。可是不管怎样，还是鼓励你出去过后回来一定要消毒、洗手消毒，保持干净。因为我从小算是从一个养狗的家庭之下长大的，出来住了，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养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养狗是去感受被爱，然后养猫的话是学习去爱。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自己感受到很大的是，在我自己的人际关系上面，还有我处理我自己情绪上面，我有一种原来我也不一定要一直战战兢兢，我不一定要一直笑脸迎人，原来我也可以像猫一样，就是偶尔慵懒，偶尔耍废，偶尔躺平。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一种自在吧。所以其实跟猫相处下来，我自己也发现说，我的包容力跟我的耐性更强了。然后还有很大的一点是，我的接受力好像变得比较好一点。我现在比较懂得慢慢来，比较快。就是把时间拉长，然后放一点耐性，其实你会看到整个长期效益是会更理想，是会有一个更大的效果这样子。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感谢 Dr. Evelyn 的分享。那你还有什么忠告还是什么一些 tips 想要给观众朋友或者可亲的吗？其实我很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分享，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到这些观众。然后其实我有想要借助这个平台来跟观众讲，就是希望大家领养代替购买，帮助那些流浪猫就寻找他们一个归属就像可晴这样子，我真的是很佩服可晴，可以对他领养了3只猫，希望观众来学习可晴。但是流浪猫，你看就会这样子咬我们的麦，至少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归属。这也是觉得，不管是领养的还是购买的都好，我觉得我很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一养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就绝对不能弃养。对，就是不管它生老病死，你都要为它负责，因为也就是短短的10几年的生命。对。好，那希望今天Dr. Evelyn的分享有帮助到可晴，有帮助到，很大的帮助，谢谢医生。好，不用客气，谢谢。